今天呢，我要跟你聊一个可能是关于戒烟这件事最大也最隐蔽的谎言。你必须先明白一件事，香烟它本身没有任何超能力，它不能真的帮你缓解压力，不能真的帮你应对无聊，更不可能帮你走出什么人生的伤痛，除非是你相信它能做到。你赋予它的所有力量，你觉得抽完烟后得到的那些所谓的慰藉和灵感，说白了都是你亲手制造的幻觉。而最可怕的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么恐怖。在跟你分享这个足以改变你认知的故事之前，我得先让你知道我是谁。我叫志明，一个抽了15年烟的老烟枪，也是个每天跟 deadline 搏斗的设计师。我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专家学者，我只是个跟你一样，在无数个深夜里靠着阳台那盏昏黄的灯和手里的香烟熬过来的普通人。唯一的区别是我成功上岸了，彻底戒断了9年。所以接下来我要说的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鸡汤，这是一个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真实到有点可笑，甚至让我自己都感到后怕的经历。这件事发生在不久前，那时候我已经是个有着8年学术背景的医疗相关从业者，而且已经成功戒烟9年了。照理说，我对自己的身体，对所谓的成瘾，应该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理解。但即便是这样的我，也差点被自己的信念骗得体无完肤。事情是这样的，前阵子我的脚出了点小问题，去看医生，医生给我开了个处方药。其实我这个人非常排斥吃药，因为我的工作让我明白一个道理，任何能对你身体产生作用的东西，无论是药物还是我们聊的香烟，它必然有副作用。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所以我拿着那盒药，心情就跟当初下定决心要戒烟时一样，非常复杂，甚至有点抗拒。回到家，我没有马上吃，而是做了一件现在想起来特别神经质的事。我打开电脑，把我拿到的这个药的名称输入了搜寻引擎，然后我开始了一场长达数小时的学术研究。我不是只看药品说明书，我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医学论坛、病友分享，甚至是国外的研究论文。我想知道这个药到底会对我的身体做些什么。说明书上那些常见的副作用，什么头晕、恶心、嗜睡，我基本上都直接略过了。我的目光被那些标注着罕见或极罕见的词条牢牢吸住。可能导致周边神经损伤，有极低几率引发关节疼痛，罕见情况下会影响骨密度。这些词啊，在我眼里就像是一个个被加粗放大的诅咒。我的大脑开始不受控制地进行灾难性的预言。看到神经损伤，我脑中浮现的就是我走路一瘸一拐，甚至需要拄着拐杖的样子。看到关节疼痛，我仿佛已经感觉到膝盖里像有根生锈的钉子在搅动。我太太看我对着电脑眉头紧锁，脸色越来越难看，就问我：“你在干嘛啊？医生开的药按时吃不就好了吗？”我抬起头，非常严肃地对她说：“你不懂，这东西很复杂，我必须搞清楚最坏的情况是什么。”那天晚上我几乎没怎么睡好，我心里笃定了一件事，这个药肯定会给我大麻烦，它就像一个被我请进家门的恶魔。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作，但我确信它一定会。这种强烈的预设和焦虑，就跟很多朋友在戒烟之前的心情一模一样。你还没开始戒，就已经在脑中预言了无数次失败的场景。万一压力大的时候忍不住怎么办？万一失眠了怎么办？万一朋友递烟，我该怎么拒绝？你看，故事的剧本在行动开始之前，我们就已经为自己写好了。然后好戏开场了，我就在这种提心吊胆的状态下开始服药。第1天没事，第2天也没事，我心里甚至有点嘀咕，难道是我想多了？但到了差不多1个礼拜的时候，副作用如期而至。那天早上我起床，右脚的脚背突然传来一阵难以忍受的剧痛，不是那种肌肉酸痛，而是一种尖锐的，仿佛是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刺痛。我试着下床走路，每当我的脚掌一接触到冰冷的地板，那股剧痛就立刻像电流一样窜遍全身，痛到我差点跪下去。
我只能一瘸一拐的像个弃儿一样挪到客厅。我心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来了，果然来了。那种感觉很奇妙，一半是痛苦，一半竟然是啊哈，我的预言成真了的诡异满足感。我立刻找到我太太，她也是一位医疗专业人员。我扶着沙发，指着我的脚，几乎是带着一丝控诉的语气对她说：“你看，我就是知道，我就知道这个药有问题耶，它肯定让我的脚压力性骨折了。”请注意我当时的状态，我一个有医疗学术背景的人，一个成功戒断9年，自认为对信念和生理反应有深刻洞察的人，在那个当下是200%的确信，我脚上的剧痛就是那个药物的超能力导致的。我脑中所有关于药理学、关于副作用的知识，都在为我这个结论提供铁证。我相信这就是因果，吃药是因，脚痛是果，逻辑完美闭环。接下来的几天，我完全活在自己编织的这个受害者故事里。我跟朋友抱怨这个药多么霸道，我跟家人诉苦我承受了多大的痛苦，我甚至开始计划要不要去找开药的医生理论。我的信念在那个时候是坚不可摧的，它为我创造了一个完美的现实。我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而那个药是万恶的源头。这跟你每次戒烟失败后对自己说的话是不是很像？不是我不想戒，是今天工作压力太大了。不是我意志力不行，是那个客户太难搞了，不抽一根我真的撑不下去。我们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一个完美的、不可抗拒的恶棍。转折点就在一个很平常的晚上出现了。我的脚还是一样痛，我瘫在沙发上，像个伤兵一样唉声叹气。我太太那天刚好比较有空，她没有像往常一样附和我，而是非常冷静地坐到我对面看着我。她说：“老公，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合逻辑。”我当时立刻就防卫性地抬起头：“怎么不合逻辑了？吃了药脚就痛了，这还不够直接吗？”他摇摇头说：“你才吃了1周的药，而且是正常剂量，引起这么严重的类似压力性骨折的疼痛，从药理上来说，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仔细回想一下，在脚开始痛的那几天，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不太一样的事情？”我一开始还嘴硬，斩钉截铁地说：“没有，我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生活规律的像个时钟，能有什么不一样的？”说完这句话，我准备继续躺下，但就在那一瞬间，空气仿佛凝固了，我的大脑像是被一道微弱的电流穿过，一个模糊的画面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一个线上会议的画面。我停顿了一下，然后有点不确定地对我太太说：“等等，我想起来了，前几天我跟一个海外的客户连续开了7、8个小时的线上会议。”我一边说，一边努力回忆当时的细节。那个会议非常冗长，我坐在书房的椅子上，到后来有点累了。我有一个很坏的习惯，就是坐累了会把腿盘到椅子上，有点像打坐的姿势。但是我又不是真的盘腿，而是习惯性的把左脚的脚踝垫在右脚的脚踝下面，然后把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在这只被垫在下面的右脚上。当我把这个细节慢慢的一个字一个字的对我太太描述出来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比我的大脑更快的做出了反应。我下意识的在沙发上模仿了一下我当时开会的那个坐姿，我把左脚踝垫在右脚踝下面，然后身体微微前倾，把重量压上去。就在那一瞬间，就在我模仿那个坐姿的0.1秒的瞬间，那股熟悉的、尖锐的、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剧痛，像一道闪电，分不扑差的、精准的再次击中了我右脚的同一个位置。那一刻，我的脑中嗡的一声，一片空白。前几天我建立起来的那座关于药物副作用的、看起来坚不可摧的理论大厦，在这1秒钟瞬间彻底崩塌了，灰飞烟灭。我像个傻瓜一样维持着那个可笑的坐姿，抬起头看着我太太，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天哪！搞了半天，什么药物副作用，什么压力性骨折，
真相是我一个成年的有专业知识的男人，像个傻瓜一样，连续7、8个小时，把我自己100多斤的体重全都压在我自己的一只脚上。然后我还理直气壮地把这个纯粹的因为愚蠢的物理压迫导致的疼痛200%地归咎于一颗无辜的药丸。这件事让我感到毛骨悚然，真的是毛骨悚然，因为我立刻意识到这个荒唐的故事跟我这几年来无数次对我那些想要戒烟的客户朋友们说的话，简直就是一模一样。你之所以到现在还无法戒烟绝对不是因为尼古丁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你坚信香烟在你生命中的某个场景下有着不可替代的好处或超能力。就像我当初坚信是药物导致了我的疼痛，你也坚信是香烟帮助你度过了那些难关。你相信在被老板骂得狗血淋头之后，冲到楼下抽的那根烟能让你冷静下来。你相信在跟客户应酬气氛尴尬的时候，递过去的那根烟能帮你拉近关系。你相信在深夜里全世界都睡了，只有你对着空白的 PPT 发呆时，点燃的那根烟是你唯一的兄弟，能陪你熬过孤独。你相信它能缓解压力，相信它能辅助社交，相信它能激发灵感，相信它能排解无聊。你为它编织了无数个美丽的、动人的，甚至有点悲壮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香烟是你的战友，是你的解药，是你的灵感缪斯。而更可悲的是，很多所谓的戒烟机构、心理咨商师，他们甚至还在无意中加强你的这些错误信念。他们会引导你说，你之所以吸烟，是因为你童年受过创伤，香烟是你应对创伤的一种方式。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有深度，好像很关心你，在帮你寻找根源。但实际上他在干嘛？他是在巩固那个最核心的谎言：香烟是你的慰藉。它让你更加相信你是需要香烟的，你离开它就无法面对你人生的创伤。结果就是你对香烟的心理依赖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加根深蒂固。你从一个单纯的尼古丁成瘾者变成了一个有故事的离不开香烟的病人。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戒烟方法最终都会失败的原因，因为他们都在跟你玩一个替换的游戏，用尼古丁贴片替换香烟，用电子烟替换香烟，用零食替换香烟，但他们从来没有，也从来不敢去碰那个最核心的东西，你的信念系统，那个你亲手搭建起来的关于香烟的神殿。所以我想在这里问你一个问题：你在抽烟这件事上曾经赋予过它什么超能力？是能帮你专注，还是能缓解压力？在评论区聊聊你的谎言，看看有多少人跟你一样。所以朋友，戒烟最重要也是唯一的一步，就是解构，然后重建你的信念系统。你必须像我那天晚上看碰我绞痛的真相一样，亲手戳破你为吸烟找的每一个借口，撕掉你贴在香烟上的每一个华丽的标签。从今天起，我希望你开始质疑你为抽烟找的每一个借口。当你下一次因为工作压力大想去抽烟的时候，问问自己，香烟真的能解决我眼前的这个问题吗？它能帮我写完这份报告吗？它能让那个难搞的客户消失吗？还是说它只是让我暂时逃避了几分钟，然后带着更焦虑的心情和一身烟臭味回到座位上？从今天开始去戳破那些谎言，那个说我需要一根烟来冷静一下、理清思路的谎言，那个说深夜里加班只有烟才是我的兄弟的谎言，那个说跟客户谈生意不递根烟就破不了冰的谎言，那个说我不是戒不掉，我只是享受这个过程的最自欺欺人的谎言。你今天就要开始质疑他们，像一个侦探一样去审视他们。你会发现，这些你深信不疑的好处，就像我那药物导致的绞痛一样，全是脆弱不堪的幻觉。一旦你理解了，你真正的敌人不是尼古丁，而是你自己讲给自己听的故事，戒烟这件事就会变得异常简单。因为你不再需要去对抗什么，你需要的只是放下一个你早已知道是谎言的东西。
就像我，当我意识到我的脚痛只是因为我坐姿愚蠢之后，你猜怎么着？第二天我的脚就不那么痛了，第3天它几乎完全好了。不是因为我吃了什么特效药，而是因为我不再相信我会痛了。如果你想看到更多直击本质的内容啊，请务必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支持是我创作的最大动力。而且你也知道，像这样的内容随时都可能因为某些原因消失，所以强烈建议你先下载保存起来，以防万一。